魏无羡差点失笑，他很想告诉蓝忘机，熬夜不是为了熬夜而熬夜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只好转身笑道：“蓝副总要怎么熬夜？今晚又不加班。”蓝忘机思考片刻，抬头的一瞬，目光十分柔和，轻声说：“先过来。”魏无羡随蓝忘机来到书房，两人一起坐在沙发上，大眼瞪小眼。睡觉吧，蓝副总。魏无羡被盯得心里发虚，只好劝对方去睡觉。蓝忘机没有说话，一双浅色的眸子瞪着魏无羡，有点不开心。睡觉吧，蓝湛。魏无羡跟了蓝忘机几年，也稍微摸得透他的一些小动作、小眼神了。蓝忘机目光果然柔和了一些，但还是没有起身的打算。好吧，那我们熬夜。魏无羡拿他没办法，只好往沙发一靠。蓝忘机看他，他也看蓝忘机，看谁熬得过谁。蓝家人作息规律，但蓝忘机意志力也惊人，硬生生跟魏无羡熬到了午夜12点。蓝湛，已经是第二天了，我们睡觉吧。干坐着这么久，魏无羡眼皮子打架的厉害。好，蓝忘机终于站起身，魏无羡松了口气。蓝忘机别墅的2楼只有2个卧室，其中一个就是给魏无羡准备的。蓝忘机晚上有什么事也不免得他楼下楼上跑。魏无羡正准备推开房间门，却被一只手拦住了。啊！魏无羡困得要命，迷迷糊糊看了一眼身旁的蓝忘机。一起吗？蓝忘机问。魏无羡以为蓝忘机在开玩笑，胆子也大了起来。蓝副总，这是要潜规则我吗？可以吗？蓝忘机表情很认真。不可以。魏无羡无情拒绝，板着脸直接进屋了。这蓝副总出了名的冰清玉洁，刚正不阿的，怎么也想着要潜规则秘书了，真是的。魏无羡嘴里念叨着，也没多想，倒床就睡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由于生物钟，魏无羡7点不到就醒了。对于平时早起的他，这个点算是比较迟了。不过他昨晚本来就睡在蓝忘机家，也不用早起赶时间。魏无羡揉揉眼睛，正准备支起身子，立马被一股大力压回床上。魏无羡吓得不轻，抬眼一看，蓝忘机不知何时已经坐在他床边，一只手压在他肩膀，另一只手还拿着一份早报金融版。早啊，蓝湛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魏无羡躺在床上不敢动弹。你继续睡。蓝忘机终于收回手，重新坐在床边。我睡不着了。魏无羡老实说，蓝忘机来这一下，他确实睡不着了。那也不许起来。蓝副总今早似乎特别霸道。那什么时候能起来？魏无羡试探道。赖床，要赖多久？蓝忘机反问。魏无羡恨不得掐死昨天张口乱说的自己。赖床，他在家里能赖一整天，躺着、趴着、翘着腿，各种姿势他都行。但蓝忘机坐在一旁，他赖不下去。但他又不敢公然忤逆他敬爱的蓝副总，只好规规矩矩像个木乃伊一样裹着被子直挺挺躺在床上。蓝忘机见他老实了，满意的坐在一旁看起了报纸。蓝副总躺了10来分钟，魏无羡忍不住出声。蓝忘机意味深长看了他一眼。蓝湛，魏无羡连忙改口。上午要去云深电子商议新产品方案，晚一点再去。蓝忘机继续看报。上午云梦的人也要过来。魏无羡熟记蓝忘机每一项工作安排。不见。和兰陵合作的项目今天启动，蓝总说请您有空也过去一下。不去。金光瑶也会去。大哥在。还有其他事吗？蓝忘机见对方不作声，忍不住放下报纸。有。我不辞职了，一辈子做您秘书。魏无羡的语气无比真诚。咱起床上班，行吗？魏无羡眨巴眨巴眼睛。蓝湛。好。蓝忘机起身往门口走去。魏无羡坐起身，昨晚他懒得找睡衣，脱光了就上床了。谁知蓝忘机走到门口，忽然转身，魏无羡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赶紧拉起被子捂住胸口。魏英，需不需要安排休假？蓝忘机眼神一抖，但面色如常。魏秘书不需要休假。魏无羡涨红着脸，赶紧摇头。那要是我休假呢？蓝忘机又问。我陪您休假。魏无羡脸红又心跳，只想赶紧把蓝忘机稳住。
蓝忘机满意地点点头，开门出去了。魏无羡跟着蓝忘机这么几年，第一次9点以后才出门。蓝湛，等等。魏无羡习惯性看了一眼蓝忘机，惊讶地发现对方领带有些歪。这是出现在蓝忘机身上，还是破天荒头一次？魏无羡一步上前，帮蓝忘机整理领带。蓝忘机低头看着魏无羡的动作，目光清冷平淡，却又暗潮涌动。好了。魏无羡微微一笑，上车吧。到了公司后，魏无羡刚坐下，罗清扬就急急忙忙赶了过来。怎么了，绵绵？魏无羡难得看到罗清扬这样火急火燎的模样。蓝总那边通知，要紧急召开一个内部会议。那云梦和兰陵那边？魏无羡立刻翻开蓝忘机的行程安排。蓝总说他已经安排好了，